网络上有一段很短的影片，是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他们家的门口大骂骚扰他的支持巴勒斯坦的民众，让他们滚回中国去。这个影片已经超过有1300万观看。到底是谁把佩洛西女士逼成这个样子？我们今天一起来好好分析一下。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我是公子沈。在给大家展示这段影片之前呢，我们先要聊一下佩洛西在这个影片当中所谓的滚回中国去这个说法。其实它的完整的原话是你们滚回中国去啊，中国这个你们的总部所在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Most of your constituents want beside you. Stop the genocide. Stop the Holocaust. The Democrats want the ceasefire. The Democrats want the ceasefire. The Democrats want the ceasefire. 那按照常理来说的话，美国民主党是相对来说左派政党，会有更强调政治正确的需要。就是说，你讲出这种话来，什么滚回中国去，这不是极右人士爱说的话吗？哎，怎么连美国佩洛西这样的一个建制派大佬，居然实在忍受不了，要说出这个话来？那当然是这些骚扰他的人太过分了，就是把他逼到了已经开始说出这样的政治不正确的话了。那这些人是谁？他们做了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要去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这群人他们来自于美国一个民间社团，叫做 Code Pink 粉红代码。这个名字起得太好了啊，就真的是小粉红的代码。那他们呢是美国一个极左的民间机构，他们有很多的项目受到大量的资助，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在美国影响舆论，推动中共大外宣。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 Code Pink 他们曾经做过的事情，我们在节目当中以前也讲过，就是美国曾经召开听证会，研究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威胁，结果 Code Pink 举出牌子来说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而且在 Code Pink 他们的很多项目当中，其中有一项也是为中国在新疆的所谓再教育营来辩护。那么从这些他们的讲到的议题和立场就可以看得出他们是中共大外宣。那么是不是有确凿的证据呢？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 Code Pink 组织的创始人叫做伊凡斯，她的老公是一位美国富豪，而这位富豪现在定居在上海，并且还被曝光出参加当地政府举办的大外宣的统战活动。这个叫做罗伊的美国富豪，他在2023年7月6号参加了中共的外文局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的所谓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创新论坛。照片当中右下角这一位就是他，是一个印裔的美国人。纽约时报曾经专门做了一篇详细的调查报告，来把这个 Code Pink 和他背后的金主给曝光出来，说他是如何建立了一个中国大外宣的网络，在美国进行舆论影响。其中提到他在上海和有上海官方背景的一个叫做马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来合作制作 YouTube 节目啊，然后还跟上海师范大学合作，说要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声音。而且据美国的非营利组织的记录，那么自2017年以来，这个 Code Pink 就是他老婆创立的这个机构，从他这个罗伊本人相关的团体当中就获得了超过140万美金的赞助。而且自2020年以来，中共官方的账号不断在转发罗伊赞助的组织和他个人的一些网络言论。在去年2月份美国众议院的听证会上，他们 Code Pink 还有了一个壮举，就是现场打断了听证会，一边讲了说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还一边说要停止仇恨亚裔，就是他们在玩这个种族牌嘛，说你对中国的这种制裁围堵啊，这是种族歧视。其实这跟种族一点关系没有啊，这是地缘政治冲突和价值观的冲突，但是他们就喜欢用这种方式。那么佩洛西当然清楚 Code Pink 背后的金主是谁，所以说当这些 Code Pink 又找到了一个理由啊，就是什么以巴冲突，然后去围堵佩洛西他们家，结果导致佩洛西大发雷霆，最后说了你们滚回中国这个你们总部的所在地去。但是你说美国政府对这些人就没有任何招数吗？应该说有，但是到目前为止还用不上。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现在美国仍然是一个讲究政治正确的一个环境下，就是你去取缔他或者是封杀他，对吧？他都会说你是在侵犯美国的言论自由，这是中共一直以来的手法。他就渗透到这些民主国家，利用民主国家的民主机制去进行他们的宣传。一旦他们宣传受到影响或者受到抵制了，他们就说：“哎，你这伤害了美国的言论自由，好像他们多关心美国的言论自由似的。”所以，哪怕我们没有证据证明罗伊和他的太太啊，他们创立的这个组织是中共大外宣的一部分，即使我们不拿出刚才那些证据来证明，我们看他们所作所为，他们的立场，他们正在推动的这些议程，我们就应该知道跟共产党是完全吻合的。那么它不是大外宣又是什么呢？所以《纽约时报》关于曝光他们的副标题就写得很清楚，说他们在 push Chinese talking points， 就是在推动中国的说法，就是讲好中国的故事啊。中国什么故事呢？一方面，中国政府没有犯下任何的罪行啊，镇压你是应该的啊，这是一方面啊。第二方面就是西方也没有任何的民主自由的优势，你们也一样的堕落，一样的腐败，一样的无能，一样的钳制言论自由，目的就是这个。所以说今天很多人在说什么民进党是绿共啊，同样的他们也会在说美国是美共啊，你们美国竟然要制裁要封杀我们的华为啊，我们的 TikTok， 那你是不是美国没有言论自由了？你们美国政府怎么能跟做共产党一样做的事儿呢？啊，你们还不如共产党呢。这种说法古已有之嘛。当时川普上台之后要进 TikTok 就遇到这样的阻力，对吧？而且美国又是三权分立的，他要讲法治的，法官一个判决，总统也不能够去进一步的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了。这就是三权分立或者是民主体制被中共所利用的一个结果。所以这是一个很漫长的，你要慢慢推动民意的改变，就是大家要意识到中共不是我们这个自由民主社会当中的一部分，它是一个反对自由民主的力量。我们不能够说把他们看作是美国内部的一个自由民主力量来给他们各种各样的自由，你这样做的话实际上是在伤害民主，因为他们可以获得他们想要的结果，就是继续的削弱美国的力量，削弱美国人或者全世界人民对本国自由民主政府的信心，等于是在变相支持了共产党。这就为什么我一直在呼吁大家在分析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有层次感，一定要明白敌我关系。但是共产党他就故意的模糊这个敌我关系，说你怎么能够把我们当作敌人呢？我们也是这个人类社会当中的一员吗？他要建立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吗？对吧？就是我跟你绑在一起的啊，你不能够对我产生有任何的敌意，你不能够反对共产党，因为你这样做的话，你就是冷战思维。共产党最喜欢讲说美国的政客有冷战思维。什么叫冷战思维？就是非黑即白，就是自由和专制之间的对抗。所以说他告诉你，我们没有那么专制，你们也没有那么自由啊，咱们没有自由跟专制之间对抗这么一说法啊。你有这种说法是冷战思维的结果，所以他就淡化了大家的这种危机感，然后他就可以趁虚而入，不断的继续的盗取技术，不断的壮大自己，不断的把共产党那一套意识形态专制思想输出到全世界。我们作为这个在自由世界生活的人们啊，必须要有非常清晰的头脑啊，一定要知道他们的阴谋是什么。但是太多人在这种安逸的自由民主的环境下生活时间太长了，他们更不知道共产党到底在做什么，或者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会对这个世界造成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很多人根本不清楚。包括在台湾的很多年轻人，他们从小出生长大就台湾已经实现民主化了，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面对一个巨大的敌人，这个敌人随时要吞灭他们，做中国韭菜到底是什么滋味，他们不知道。自由民主的世界的人们甚至觉得共产党治理下还是不错的，14亿人啊，现在吃饱饭了。这种说法在西方世界也是很有市场的，只不过现在可能越来越多人开始觉醒啊，我们也在努力的尝试去让大家觉醒。毕竟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助手啊，就是习近平本人，他在不断的开倒车，不断的倒行逆施，导致大家已经开始对共产党的真面目逐渐认清了啊。过去改革开放那个假面，现在已经被逐渐的摘掉了，所以这也是好事啊，就大家已经开始意识到了。但是我觉得还是任重道远，你会时不时的会被共产党的这种说法所说服，就是觉得我们不应该对中共有这样的提防心啊，我们不应该去指责别人是大外宣。我理解有些人会有这种想法，我过去也是有这种想法的，但是当我
去读到了共产党的党史，读到了共产党过去在做什么，现在在做什么，它的这种列宁主义体制本身到底是什么样的构造，他们是多么的反人类。当你了解之后，你就不会对他们有任何的幻想和希望。他们说什么好听的话，我们要融入世界，我们要跟西方开放，我们要和你友好，我都会打个问号。你是不是又在骗我？过去你们可没少做这种事情。你们的教义，它背后的共产党宣言也好，加入共产党的这个宣誓词也好，写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是要支持共产党啊，共产党这个组织。那这个组织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从上到下的集权专制体制。这难道不是在诈骗吗？这不是在欺骗大家？你支持了一个专制的组织，你就可以实现自由民主。这是共产党当年推翻国民党、推翻国民政府的一个说法。我们上当受骗一次又一次了，包括1944年之后嘛，三反五反，对吧？什么文革大跃进等等等等，骗完农民骗知识分子，骗完知识分子再骗外国人，包括改革开放。现在好了，全部都骗一遍了，居然还有那么多人相信他们。不过我看到连佩洛西都 piss off 了，都非常不爽了。你想想，你如果把共和党给打成说你们是纳粹啊，没关系，你们支持民主党。可是现在连民主党他们都要把它贴上标签啊，你们支持恐怖分子，你们这个是冷战思维。好，那你现在你们共和党也得罪了，民主党也得罪了，把整个美国社会都得罪了，连纽约时报都曝光你们，他们的身份还能继续隐藏下去吗？还能够装作美国的一个普通的充满爱国情怀的人类大同思想的这样的一个民间组织吗？伪装不了了，你们背后的金主都已经被挖出来了。所以就上期节目讲的嘛，所有的全世界的大外宣一个个的都会被曝光出来啊，让他们无所遁形，这是最终的宿命，毫无疑问的。不管你用什么理性、客观、中立这爱国、自由、民主、人权啊作为掩饰都是没有用的。连佩洛西一眼就看穿你。佩洛西既然说出这种话来，你们的总部在中国，说明他肯定掌握证据了。美国的情报机构早就盯上了他们。正所谓敌在本能寺，其实西方最大的威胁不在于中共的强大，而在于他们的软弱，或者说他们在面对一个中共政权的时候，因为和平了几十年，冷战都结束几十年了，缺少居安思危的意识，缺少应对中共的手段，而很多的手段都被他们所谓的政治正确、所谓的左派思潮影响了、限制了。这就为什么佩洛西在遭到这些中共背景大外宣的组织在这个骚扰的时候啊，很多人都在调侃他，就觉得活该，谁让你们整天的在推进这些左派的思想？现在对付你的正好是左派的思想的组织，因为他们太容易被共产党利用了。包括之前的黑命贵啊 ，BLM 这个运动，这当中你说没有共产党的影子，对吧？他们背后的有几个组织的所谓的马列组织，跟共产党怎么可能没有关系？而且网上有很多的曝光，大家去看看就知道了。但是大外宣喜欢利用自由民主制度啊，来掩盖他们在试图渗透、统战、破坏民主制度的企图。我们必须要擦亮眼睛。我相信，不管是中共的一些统战组织也好，还是被他们统战的组织或者个人，包括这个 Copink， 继续这么下去的话，他们一定会被所有人所唾弃。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会把他们看作是美国乃至整个自由世界的敌人。就像 Copink 的创始人啊，就这位美国富豪的太太说过一句话，说如果美国继续的围堵制裁中国，导致中国崩溃，那么人类和整个地球的生命希望都会不复存在。他舔共舔到这个份上，连美国人、连佩洛西、连全世界再愚蠢的人都能看清楚他们的嘴脸，除非他们是别有所图，他们根本就是中共的水军，或者是站在中共这一边。好，谢谢大家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加入会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